嗨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回到了我的频道，我是 CJ。今天的影片主题是美国稳定币策略启动 a d e r h a s 预言牛市狂欢到2028年。大家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，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内容。好，我们就来快速的看到今天的第一则新闻：加大力度购买。大家一定会说，今天是不是又要第一个新闻就是讲 Surge 又要再次购买比特币？没错，我今天呢就是要讲，就在昨天星期日的时候 ，Michael Saylor 又再一次公布了 Saylor Take 图，也就预示着会再次呢购买了比特币。就在今天 Surge 呢不甘示弱了前两次的时候呢，Surge 购买的金额呢是只有仅仅的100多枚，但是就在今天呢，购买了将近有3081颗的比特币，而总持仓量呢已经累积到了632457颗的比特币，而它平均呢价格是坐落在于73527美元。到目前为止呢，已经花费了465亿美元。比特币这么高的价位，竟然还持续的购买，大家应该都是满头的问号。但是呢 Michael Saylor 就有一句的名言，也就是说，他所买的点位呢，都不是高点，因为比特币的价格没有高点，只有更高。所以就在今天，有日本 Sterage 称的 Meta Planet 也再一次的购买了比特币。而他购买比特币的量呢，是仅仅的只有103颗，但是总累积量呢，已经快突破19000颗，累积呢已经来到了18991颗的比特币。而下周 Meta Planet 会累积突破到19000颗，还是20000颗的比特币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接下来我们看到 Meta Planet 晋升中型股。没有错 ，Meta Planet 呢，自从呢去年转型储备比特币以来，公司的财报呢一季比一季的好，而目前呢还是比特币企业储备公司排名第7名。那现在目前呢，储备企业公司呢有260几间，所以呢，就在富时罗素的半年评分中显示呢，Meta Planet 呢已经从小型股变成为了中型股，而中型股的定义也就是在20亿到100亿美元的一个市值，而这也会带动更多的投资人购买 Meta Planet 的股票，而流入了比特币更大量的资金，带动比特币到更高的一个价位。而且年初到现在 ，Meta Planet 的股票已经上涨了187%，远远呢超过了日本由30间大型企业所组成的东证核心30指数25倍的涨幅。而这样成功的案例呢，将会带来更多的企业储备比特币，而将会呢让比特币在这轮牛市达到无法想象的价格。再来看到下一则新闻，稳坐王者。今天除了 Sterage 跟 Meta Planet 积极储备比特币以外，就连最有名、最火的多家公司积极购买的 BNNR 股票，大家最熟悉的呢，就是木头姐的方舟投资公司，还有光股票5天的交易量已经达到了20名，而目前呢，美国的股票呢有5704只。而就在不久前呢，企业储备的排名呢仅次于 Sterage， 而积极的最终目标呢，也就是占以太币的总流通性的 5%， 共将储备了600万颗的以太币。而今天呢，又再次的购买了9万颗的以太币，总累积量呢已经来到了1713900颗的以太币。就以上储备比特币还是以太币的企业都不会觉得现在的价格太贵了，那各位还在等什么呢？赶快购买吧！这里我们看到今天的主题，也就是最后一则重点新闻：牛市狂飙到2028。东京 WaveX 大会在东京王子花园饭店，今年的主题为连结节点突破一幕。而这次呢，参与者有日本首相石破茂，这也是代表着日本有着友善的加密货币城市。
还有呢，币圈的大佬们，像是 Solana 的基金会负责人，还是 Uniswap 的创办人，就连 CFTC 的代理主席卡洛琳也有出席本次的亚洲盛会。而接下来还有今天的主角，也就是 BitMEX 的联合创办人 Alan Hess， 他在大会直接说，现在法案呢将会在2027年生效，将会让稳定币的产业更加有保障，而且稳定币的市值呢将在2028年达到10兆美元。目前呢，稳定币受惠的呢就是 DeFi， 而 DeFi 呢目前也是二哥以太币的天下。所以 Hayes 也看到了明年底前以太币将会达到1万至2万美元的一个价格。但是主题不是说牛市会狂飙到2028，怎么都没提到呢？因为目前呢，投资市场还是看美国的脸色，对吧？所以美国这次加速审核通过了稳定币的监管法案，也就是 Genius 天才法案，就是为了将10到13兆的欧洲美元市场带入到美国稳定币的市场，并且美国财政部长现阶段也是要稳定美国稳定币的霸主地位，而这就像当初美元推向国际上成为货币霸主的模式一样。所以大家认为 Alan Hess 的判断会是对的吗？牛市可能会持续到2028年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，多跟我互动。好，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，喜欢我的观众记得要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天的重要加密货币资讯。那我们明天见，拜。